中國曾經被譽為世界工廠，如今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寒冬，物價暴跌，企業虧損，家庭儲蓄攀升至歷史新高，而這只是冰山一角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國的物價如同雪崩般狂跌，全國超過1/4企業宣布虧損，每一天都帶着刺骨寒意，直擊萬千家庭的資產負債表。彭博的一份調查報告，在層層數據與精密圖表中揭開了這種價格崩塌的真實結構。過去3年，中國正悄然步入史上罕見的深度通縮漩渦，而真實狀況遠比官方公布的還要血淋淋。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自2023年以來一度徘徊在0上下，但那只是表象。彭博分析了全國36個主要城市近70種日常商品，發現多達51項在過去2年持續下跌。紅酒價格暴跌 27%， 比亞迪汽車價格下挫 29%， 一線城市房價斷崖式下滑 27%。 這種現象不是簡單的價格調整，而是整體的價值溶解。消費者端如此，生產端更為慘烈。涵蓋上游產業的 GDP 平減指數已經連續10個季度下滑，無論是建築鋼筋還是太陽能板多晶硅，都已跌至谷底。多晶硅的價格只是2022年高點的1/5，鋼筋價格創下8年新低，整個工業部門的通縮已然根深蒂固。價格戰與需求疲軟正在系統性摧毀上市企業的利潤表。彭博統計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超過 25% 的中國上市公司宣布虧損，創下至少25年來新高。殘存企業利潤也相比2年前更加薄弱。而更深層危機則是僵屍化蔓延，利潤無法覆蓋利息，只能靠借新還舊的僵屍企業，比例從5年前的 19% 飆升至 34%。2024年，逾1/3企業裁員。昔日的新經濟領域如 AI、新能源等，入門薪資較2022年高峰下滑 7%。蘋果、星巴克、福斯等海外品牌中國區銷售同樣大幅下挫。L'Oréal 與 Gucci 母公司開雲集團在華營收急劇滑落。雀巢前 CEO Laurent Fries在財報電話會議說的直白，市場競爭非常激烈，這創造一個沒有太多定價權的環境。這一場風暴，無論傳統還是新興行業都無處可逃。這種寒氣最終傳導到家庭層面，直接掏空中產階級的信心。北京40歲的女高管，年薪稅後曾超33萬美元，家裡請了3名保姆。裁員潮來襲，丈夫也失業，家庭現金流斷裂，她不得不解僱保姆，送孩子從國際學校轉公立，連直播帶貨都難以維持。上海38歲的前科技企業員工，家庭年收入曾逾28萬美元，如今丈夫因汽車價格戰減薪，他們開始縮減消費，訂飯店也優先考慮是否該選更便宜的。2025年，中國家庭儲蓄總額已攀升至 GDP 的 110%， 創歷史新高，不是財富，而是對未來的深切恐懼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指出，經濟放緩、預期低迷、企業虧損、工資停漲、房產縮水，最終導致人們不敢花錢。面對深度通縮，北京的政策顯得格外糾結，既不敢像歐美那樣直接給家庭發錢，擔心引發通脹，又急於投資 AI、半導體和綠能等戰略性產業。結果是供給端繼續過剩，卻放任需求端萎縮。Rhodium 集團的 Logan Wright 直言，通縮問題是系統性的，難以靠短期政策刺激解決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·克魯格曼去年呼籲中國轉移更多收入到家庭，把增長引擎從生產端轉向消費端，但這種聲音始終被忽略。水面下的冰山遠比我們想象更巨大。2025年的中國不只是物價雪崩，
更是信心和預期的徹底坍塌。一場物價雪崩，撕碎的不只是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，更將社會信心折成碎片。2025年，中國大城市的街頭巷尾彌漫着冰冷的自保情緒和無力感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資產安全線上縮頭縮腦，生怕哪一天風暴席捲而來，連喘息都變成負擔。中國社會裡，年輕人其實最早感受到通縮的鋒利。在以往，精英教育和拼搏曾是通往階層躍升的門票，但如今，一紙大學文憑已經不再是安全感的來源。2025年，應屆畢業生就業率持續下滑，各大招聘網站發布崗位數較3年前驟減近30%。高等學歷不再是護身符，跨行轉崗、兼職送餐變成新常態。無數年輕人陷在低薪、無定向的灰色職場裡，工資被無限壓低，租房、購房、結婚生子，統統成了高不可攀的奢望。更多人選擇躺平，用極低的生活開銷與不確定的未來對抗。就業難、創業更難早已不是口號，而是一代人的現實困境。2025年的中國被官方稱為內捲困境，實際已是全民焦慮。中產階層縮減開支，減少消費，奢侈品銷售斷崖，底層家庭在物價下跌、薪資停滯的循環中掙扎求存。彭博數據指出，2025年國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下降7%，而儲蓄率卻暴漲，企業與家庭雙雙轉向極度保守模式。社會輿論場更是一片壓抑，各類論壇、社群裡焦慮、憤怒、絕望輪番登場。人們自嘲活成了價格戰下的炮灰，既是受害者，也是無可奈何的推動者。沒人知道這樣的生活何時結束，只能謹慎度日，哪怕省下的只是2塊錢。信心的崩塌並非抽象體驗，它直接在經濟底層釀出更大危機。2025年，中國新生人口數再創新低，生育率跌破 1.0， 年輕夫妻選擇丁克或遲遲不生。房地產投資銳減，房價重挫，二手房掛牌量暴增，而成交量卻持續萎縮。企業方面，裁員已成新常態，不止傳統產業，包括互聯網大廠、外資品牌在內，無一幸免。企業裁員導致收入減少，消費收縮，消費收縮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企業虧損，這樣的惡性循環一再加深通縮陷阱。中國政府嘗試通過打擊內捲、強化科技創新、扶持 AI 與新能源行業來穩結構控風險，卻始終不肯像歐美那樣發錢救市。這種做法導致供給端進一步放大，但需求端依舊枯竭，最終反而擠壓了社會信心。專家們一致警告，沒有大規模需求刺激，通縮趨勢難以真正逆轉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·克魯格曼再三呼籲，把更多收入轉移給家庭，增強消費能力。但中國的政策仍然在試探和權衡間徘徊，唯恐引起無法預料的後果。而普通人與企業卻已在通縮漩渦中失去了時間和希望。2025年，中國的物價崩塌帶來的真實傷害，不只是虧損企業，不只是僵屍公司，更是千萬家庭和一代人的信心斷層。當夜雪無聲地覆蓋大地，大多數人只能低頭咬牙，在堅硬寒冬裡苦苦等待春天的訊號。